我们战斗只为了看到明天，我们拼尽全力只为了看到明天的太阳。惊天逆转，活塞死里逃生。Never say die。三分绝杀，巴雷特复刻经典，詹姆斯与时间老人决裂，但是帕金斯永远不输。NBA 季后赛第14天都有些什么样有意思的小故事？大家好，这里是 Telfer， 我们一起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上一场比赛3比1领先的东部第8魔术错过了完成黑八的机会。今天的比赛，他们渴望在主场完成黑八，奏响他们的胜利之歌。尽管缺少小瓦格纳，魔术在上半场还是占尽优势。半场结束，他们已经领先了22分。第3节开始，魔术甚至将领先扩大到了24分。然而很快，他们开始了极为漫长的断电。整个下半场，魔术只得到19分，甚至一度连续投丢了23球。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从北京时间8点46分到9点31分，整整45分钟时间，你都看不到魔术的运动战进球。第4节，魔术全队只得8分，而活塞的主将凯德·卡尼安却越战越勇。他第4节8投5中，独得19分，命中率高达 62.5%。终于背水一战，向死而生的活塞完成了 NBA 季后赛历史第2大的逆转，让系列赛进入了抢七。Never say die。但是比赛之后，卡尼安没有任何的庆祝和喜悦，他只想赢下抢七。赛后 NBA 名记凯文·奥康纳感慨 ：“The Magic are having their own 0 for 27 moment。”魔术也有了他们自己的27中0时刻。这里奥康纳所说的很明显就是2018年连续27投0中的火箭队。而说到18火箭，那支火箭曾经的头号明星詹姆斯·哈登，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名骑士球员。而今天，骑士也来到了多伦多的客场，试图在这里终结系列赛。而抵挡他的正是坎尼安的高中队友斯科蒂·巴恩斯。如果不想赛季结束2比3落后的猛龙必须赢下今天的主场比赛。但是上一场比赛在缺少首发后卫伊曼努尔·奎克利之后，猛龙又失去了另一名主力布兰登·英格拉姆。尽管一直在采访中表达对于英格拉姆的信任与依赖，在英格拉姆倒下之后，猛龙的年轻领袖斯科蒂·巴恩斯立即承担了责任。全场比赛，巴恩斯得到25分、14次助攻、7个篮板、3次抢断、3个盖帽。第2节在转身过掉哈登，完成一条龙扣篮之后，巴恩斯激情怒吼。在系列赛之前的比赛中 ，ESPN 的查尔斯·巴克利与 Brian Windhorst 一致认为，巴恩斯已经超越了他的同级生前最佳防守球员埃文·莫布里。Scotty Barnes is a better player than Evan Mobley, number one. I keep telling you, Scotty Barnes is a top 15 player. Evan Mobley got totally outplayed by Scotty Barnes in this series. 而最近2场比赛，莫布里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今天的比赛，莫布里得到26分、14个篮板，成为了继勒布朗·詹姆斯之后第一位在季后赛中得到25分、10篮板的骑士球员。第4节最后时刻，他连续得分，是他帮助骑士拖进了加时赛。加时赛还剩10秒，骑士还握有1分的领先。暂停回来，全场得到24分、9个篮板的巴雷特对巴恩斯说出了这样的话 He was like, I got you, just trust me. 巴恩斯突破禁区，在被包围之后，他将球分给了弧顶的巴雷特，出手3分，球打到篮筐后沿，高高弹起，甚至差点撞到了相机，但是最终球落入篮筐，巴雷特完成3分绝杀。这节3分绝杀让季后赛身经百战的马努吉诺比利也十分激动，也让巴雷特的训练师德鲁汉伦发出了惊呼。RJ, yeah, RJ Barrett pull a Hallie。这球确实与哈利伯顿去年对着尼克斯第1场的绝杀十分类似。I still knew it was good because it went straight up. Like, you know, if it goes straight up, you got a chance. Like that Halliburton shot last year. 而哈利伯顿本人也出来进行了官方认证。That looked familiar。但是在现场观众米切尔的眼中，这球更像伦纳德19年对阵76人的那一记3分绝杀。Yeah, not until you said it. The first thing I thought it was Kawhi Leonard. 巧合的是，19年为伦纳德拍摄出名场面的摄影师 Mark Blanch 也为今天的绝杀拍下了照片。其实早在赛前，猛龙主帅拉贾科维奇已经为巴雷特画好了暂停之后的战术。A huge moment, call me crazy, call me psychic, but I saw this one coming tonight, and I was talking to assistant coaches before the game, and I was planning ATO plays for the end of the game to get RJ in those situations, and it's surreal, you know, that he made that shot. 在父母面前为家乡完成胜利绝杀，是巴雷特从小到大的梦想。这个梦想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息。Still dream about it. 这一记3分绝杀让本轮多伦多的最后一场比赛变成了一场胜利，也保留了猛龙下一轮再次回到多伦多的希望。2天之后，猛龙将与骑士迎来抢七，而对于抢七，骑士的球员们可谓经验丰富。
Unfortunately, but fortunately, half of the locker room's been here before, and it's going to test us. I'm not saying we're going to come in and just, they're going to fight. We're going to fight. 今天活塞能完成逆转，活塞队的球员奥萨尔·汤普森功不可没。下半场他送出4个盖帽，而在这场活塞大多数时间都陷入落后的比赛中，奥萨尔的正负值居然达到了正22，而他的双胞胎兄弟阿门·汤普森所在的休斯顿火箭也期待将与湖人的系列赛拖入抢七。在湖人球员卢克·肯纳德头2场比赛爆发之后，阿门主动承担了防守他的义务。过去3场比赛，在与肯纳德的111次对位中，他只让肯纳德得到了1分。在火箭输掉第2场比赛之后，我们频道的老朋友大嘴巴肯德里克·帕金斯将火箭形容成最愚蠢的球队。They are the dumbest team in the playoffs. 但是很快，在火箭取得2连胜之后，湖人又成了第2愚蠢的球队。The Lakers are the second most dumbest team in the league. 于是他大胆预言，火箭将赢下系列赛。The Rockets are going to win this series. Oh, and I'm sorry because Braun is going to be on the wrong side of it. 昨晚他又给出了第6场比赛火箭取胜的理由，理由就是湖人的领袖勒布朗·詹姆斯实在太老了。This series has now completely favored the Houston Rockets. Think about this for a second. This Laker team is being led by a 41-year-old senior citizen in LeBron James that then had to take a 3.5-hour flight to Houston, okay?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you lose 2 hours and you're about to play in a physical series in a physical game down there, and then the Rockets is going to win that game,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the 48-hour turnaround, you come back out here, the Rockets' youth, their physicality is kicking in. 今天的比赛，詹姆斯穿上了一双自己签名鞋 LeBron 23的 Space Jam 太空大过篮 P， 就像太空大过篮电影中重新找回力量一样。经历了第4场的低迷，今天的詹姆斯并没有像帕金斯说的那样疲惫，他出手了系列赛最高的25次，得到全场最高的28分、7个篮板、8次助攻。而湖人从第1节后半段就取得领先，之后他们的领先优势甚至不断扩大。第4节末，湖人已经领先了29分。看到这样的局面，帕金斯马上补了一条 ：Definitely wasn't expecting the 41-year-old Bron James to have this type of energy, but I knew better than to underestimate the GOAT.God bless America！ 我绝对没有想到41岁的勒布朗·詹姆斯还有这种能量，但我早就知道，最好不要低估这位 GOAT。好吧，反正你永远不败。And I was right, like I'm always right. 其实早在系列赛第1场比赛之后，詹姆斯的前队友香伯特就惊呼他战胜了时间老人，但是在之前的采访中，詹姆斯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今天比赛的赛后，詹姆斯终于对时间老人发表了他的胜利宣言。I'm kicking his ass. 下一轮湖人对手是西部第1俄克拉荷马雷霆，但是卢卡东契奇的回归仍然遥遥无期。之后的季后赛还会发生什么？还会有什么样更有意思的小故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